我被情敌绑定了返现系统，我赚1万，他能返现10万甚至100万。我为了能追到女神，没日没夜的工作，情敌却在朋友圈秀豪宅、豪车和巨额存款。当我发现事情真相那天，我立马递交辞呈，反手设局让情敌破产，用系统漏洞夺取了他的系统。看着情敌气急败坏冲进我办公室，我慢悠悠点开余额短信，展现100亿资产。感谢老铁送的创业灵感，现在10倍100倍返现的人是我了。7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手机工资的信息弹了出来，您的账户入账工资人民币12458.36元，扣掉房租、水电、通勤、吃饭，这个月只剩下3000不到了。几乎是同时，一条情敌陆明发的朋友圈弹了出来，哈哈，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又一笔小投资成功退出，赚了点零花钱，感谢兄弟们前期支持。下面附了一张截图，截图是手机银行账户入账余额界面，入账1245836元，我的瞳孔骤然收缩，然后缓缓看向自己手机银行里那条可怜的入账通知，12458.36元，100倍，一次是巧合，2次是意外，可这是第几次了？从我半年前无意中注意到这个诡异的同步开始，整整6次。每次我发工资，陆明总会恰好有一笔横财进账，数额是我工资的数10倍或者100倍。我加薪500，陆明进账5000，我项目奖金拿了1万，陆明的朋友圈就会晒出数10万的投资分红。不对劲，这绝不是正常的财富积累方式。我大学时期对金融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远超常人，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成型，但需要证据，需要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重新拿起手机，打开了备忘录记录。7月31日，工资入账12458.36元，陆明同步入账1245836元，100倍。我看着这行记录，然后向上翻动，上面已经记录了10几条。5月15日，项目奖金8000元，陆明投资分红8万元，10倍。6月10日，加薪后第一次发薪10813元，陆明投资分红540650元，50倍。其中的规律已经清晰的可怕。陆明，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窃取了我的劳动成果，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此刻的陆明还毫无察觉的在他的香槟和赞美中沉醉不醒。接下来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最耐心的观察者，没有打草惊蛇，甚至在公司遇到陆明时，还能维持着表面那点不咸不淡的同事之交。但我的大脑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超级计算机，不断的收集分析着关于陆明的一切信息。我每天都记录着陆明的消费习惯，最新款的腕表、限量版的球鞋、动辄数万的餐厅账单，这些消费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家庭拿着普通薪水职员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主动承接了几个棘手的项目，经常加班到深夜。我需要更多的样本数据。果然，当我因为一个项目顺利完成而获得一笔5000元的额外奖励时，隔天陆明就恰好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块价值5万的新手表，倍数刚好是10倍，规律在一次次被印证，坚如磐石。我心中的那个猜测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一种荒诞的冰冷。这世上难道真的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系统，能够如此不讲道理地进行财富翻倍？而我就是那个被选中供养系统的奶牛。在一个周五的晚上降临，部门为庆祝一个大型项目中标，组织了一次聚餐，地点选在一家中高档的餐厅，气氛热烈，大家都有些放松。陆明自然是场中的焦点之一，他穿着价格不菲的休闲装和名表，讲述着他最近听来的某个暴富神话。周围几个善于奉承的同事不时发出惊叹。我坐在稍远一些的位置，目光却始终若有若无地锁定着陆明。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终于，在陆明又一次吹嘘自己眼光独到，却被人问及具体操作支支吾吾时，我觉得机会来了。我走到陆明那桌，找了个空位坐下。陆哥最近确实是财运亨通啊，让我们这些拿死工资的羡慕死了。陆明虽然心底里有些瞧不上我这个情敌之一，但被人奉承总是舒服的，尤其还是在众多同事面前。嗨，运气，主要还是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的胆识和眼光。是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过陆哥，我最近还真听到一个可能算是内部消息的事儿，不知道靠不靠谱，你见识广，帮我分析分析。陆明来了兴趣，他对任何能带来财富的消息都抱有极大的热情。说说看。我左右看了看，营造出一种谨慎的氛围，然后用只有2人能听清的声音说：我有个远房表哥，在一家私募基金做操盘手，他前几天跟我透风，说他们公司最近在秘密建仓新源科技这只股，说是下个月会有大利好，目标涨幅至少50%以上。陆明的眼睛瞬间亮了一下，但随即又闪过一丝疑虑。星源科技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啊，消息可靠吗？我表哥那人挺靠谱的，而且他也不敢拿饭碗开玩笑。他说他们调研了很久，确定性很高，就是启动资金要求不低，而且的快，机会窗口很短。我这点工资也就看看热闹，但想着陆哥你路子广，资金也充裕，所以我没有把话说完，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诱饵，有模糊的内部来源，有紧迫的时间窗口，并且巧妙地将陆明捧到了一个有能力抓住机会的高度。陆明沉吟了起来，我能看到他眼神里的贪婪和犹豫在交战。听起来有点意思。行，这事我记下了，回头我找人再打听打听。要是真是机会，肯定亏待不了你这份心。陆哥你看着办就行，
我就是这么一说。我表现得云淡风轻，适时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转而聊起了别的。聚会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打开电脑，再次记录8月15日部门聚餐，向陆明透露星源科技内幕消息，预期涨幅50%，观察其后续反应及财富变动。如果陆明真的拥有一个与财富相关的系统，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明确高收益的机会，陆明不会放弃这次的投资。2天后，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习惯性的刷新了一下朋友圈。陆明朋友圈更新了，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感谢信任，又一笔小收益落袋为安。下面依旧是一张截图，那个数字清晰的显示着25万元。我看着这个数字，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我提供给陆明的信息里，预期的至少50%涨幅。如果这笔收益对应的是50%的利润率，那么其对应的本金大约是50万。这绝不是巧合，那个荒诞的猜测成为了残酷的现实。确实有一个系统绑定了我，稀释我的努力和信息，为陆明创造财富的系统。我关掉朋友圈，靠在椅背上，望着办公室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我不再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牺牲品，我知道了规则，那么接下来就是利用规则来为我自己服务的时候。陆明，你以为你绑定了一个取款机，却不知道你绑定的可能是一颗即将把你炸得粉身碎骨的炸弹。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接下来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奇特的节奏。表面上我依然是那个勤恳寡言的普通职员，按时上下班，完成分内工作。但在我平静的外表下，一场针对陆明的无声的战争已经打响。我利用一切机会，在陆明可能看到的地方，比如公司茶水间、午休时的闲聊，看似无意的透露一些经过精心筛选和包装的信息。有时是某个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时是某位神秘大佬的投资偏好，有时甚至是我自己杜撰听起来高深莫测的金融术语。我说话总是留3分，带着一种懂得都懂的神秘感，精准的撩拨着陆明那颗贪婪而又不愿深入思考。陆明果然上钩了，他开始有意无意的接近我，试图套取更多内幕。我则欲擒故纵，时而透露一点干货，时而又以消息来源要求保密为由搪塞过去，将陆明的胃口吊得失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构建那个真正足以让陆明万劫不复的信。我选择了一个极其冷门的虚拟货币星辰币，这种币几乎没有实际应用价值，价格长期低迷，波动性极大，非常适合操作。我注册了数个海外加密交易平台的匿名账户，通过复杂的链上交易，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批购入了大量廉价的星辰币。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甚至动用了一小部分网络借贷。这是一场豪赌，但我对自己的计划和陆明的贪婪有信心。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开始了计划的第2步，造势。我精心策划了一次偶遇。在一个周五下班后，恰好和陆明在同一部电梯里，电梯里只有我们2人。陆哥，下班了。约了朋友。对了，陆哥，我最近又听到点别的大消息。我成功吸引了陆明的注意，陆明抬起头看向我，是我那个表哥，他们圈子最近在悄悄布局一个叫星辰币的项目，说是有什么颠覆性的底层技术突破，马上就要上大锁了。他们正在悄悄吸筹，动静很小，怕引起关注。我拿出手机，调出一个精心伪造的图表，显示星辰币价格在最近有微弱异动和少量大额转账记录，快速在陆明眼前晃了一下。看到没？已经有聪明的人在动了。我表哥说，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个报复机会，一旦消息正式公布，10倍起步，100倍可期，就是门槛高，风险也大，一般人玩不了。我也是砸锅卖铁才凑了点，跟着喝口汤。我刻意强调了门槛高和风险大，这反而更符合陆明心目中真正机会的形象。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而且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陆明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手机屏幕，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那10倍起步，100倍可期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在他脑海里回荡。系统的存在让他对暴富有着异乎常人的渴望和轻信。上次的星源科技内幕消息让他轻松入账25万，这次的机会看起来更大。星辰币，陆哥，这是你知道就行，千万别外传。我先走了。看着我离去的背影，陆明立刻拿出手机，开始搜索星辰币。果然，价格走势和他刚才瞥见的图表类似，交易量确实很小，但偶尔有几笔看起来不小的交易记录。这一切都和我的描述对得上。贪婪瞬间淹没了陆明本就稀薄的警惕性，他仿佛已经看到星辰币价格一飞冲天，他的财富再次以10倍、100倍的速度膨胀。到时候什么保时捷、度假别墅都将是过眼云烟，他甚至可以兑换系统商城里那些更诱人、超越世俗财富的东西。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并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我已经能预见到陆明在那虚假繁荣崩塌时的绝望表情，那一定非常美妙。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最冷静的猎手，潜伏在暗处，密切关注着星辰币市场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以及陆明的一切动向。我没有再主动联系陆明，过分的热情反而会引起怀疑。我只是在一次午休时，偶然路过陆明的工位，看到对方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加密交易平台的界面，以及那不断小幅上扬的线图。陆明手指飞快地敲击着计算器，嘴里念念有词，显然在计算着投入产出比，脸上混合着
着兴奋与焦虑。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回到自己的座位，登录了那个匿名的海外交易平台账户。我手里掌握着大量的低价筹码，现在是时候让这场戏进入高潮了。我开始了第一波操作，用小额资金进行频繁的对倒交易，一笔笔买单突然出现，将星辰币的价格一点点推高，同时制造出交易活跃、买盘强劲的假象。这微弱的波动在陆明眼中却如同进攻的号角。开始了，真的开始了！他不再犹豫，将自己账户里所有的流动资金，包括之前系统返现积累的大部分财富，一股脑的全部换成了星辰币。买入，全仓买入！大量的买盘涌入，使得星辰币的价格如同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开始加速上涨5%、10%。价格的拉升吸引了少数真正的加密货币投机者的注意，一些跟风盘开始追。我在屏幕后面冷静地看着这一切。陆明的入场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甚至能大致估算出陆明投入的金额，但这还远远不够。我需要让陆明投入更多，多到无法回头。于是我开始了第二波操作，我动用更多的资金，配合着陆明和少数跟风盘的买力，开始强势拉升。星辰币的价格如同坐上了火箭，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突破了20%、30%、50%的涨幅，交易量急剧放大。论坛和聊天群里开始出现关于星辰币的讨论，虽然声音还很小，但那种报复神话的氛围已经开始。陆明看着自己账户里飞速增长的浮动盈利，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仿佛已经看到了100倍收益在向他招手。系统的存在让他对此深信不疑，贪婪彻底吞噬了理智。杠杆，必须加杠杆！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寻找可以提供高倍杠杆的交易平台。他抵押了自己那辆崭新的保时捷911，甚至通过一些灰色渠道借来了利息高昂的短期贷款，将所有能筹到的钱全部以100倍杠杆投入了星辰币的狂欢盛宴。巨大的买盘在杠杆的加持下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星辰币的价格被疯狂推高，一度突破了100%的涨幅，直奔我虚构的10倍起步的目标而去。市场陷入了一种短暂的狂热。陆明彻底疯狂了，他不断地计算着自己的收益，幻想着财富自由后的奢靡生活，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浑然不知。我看着屏幕上那根陡峭的几乎垂直的 K 线，以及陆明那通过惊人的杠杆持仓量，我知道时机到了，鱼已经咬钩，并且把自己牢牢地绑在了鱼线上，是时候收线了。我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将手中所有的星辰币筹码通过多个匿名账户疯狂抛售，连绵不绝的卖单如同冰雹般砸向市场。刚刚还气势如虹的买盘瞬间被吞噬得一干二净，星辰币的价格像是被抽掉了基石的高楼，开始了自由落体，90%、70%、50%，暴跌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猛烈，让所有参与者都措手不及。那些跟风买入的散户瞬间被套牢，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而加了100倍杠杆的陆明更是首当其冲，他的账户开始发出刺耳的追加保证金通知。由于价格暴跌速度太快，他甚至连补充保证金的机会都没有，账户里的资金就在杠杆的放大效应下飞速蒸发。不，怎么会这样？稳住，给我稳住！他试图卖出平仓，但在这种踩踏式的暴跌中，他的卖单根本无人接盘，只能挂在跌停板上一动不动，价格还在无情的下滑，30%、10%归零，不，比归零更可怕。由于陆明使用的是高倍杠杆，当价格跌破他的强平线时，平台系统自动执行了强制平仓，他的所有持仓在最低点被无情的抛售，不仅投入的巨额本金瞬间灰飞烟灭，因为杠杆的存在，他甚至倒欠了平台一大笔钱。陆明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他不仅失去了所有，还背上了他根本无力偿还的债务。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的系统界面闪烁起刺眼的红光，警告：检测到宿主资产为负，巨额负债警告，财富积累主线任务失败，请在30个自然日内清偿所有债务，否则将触发严厉惩罚机制。不，系统救救我，再给我一次机会！系统没有任何回应，只有那不断闪烁的红色警告，像烙印一样灼烧着他的神经。惩罚机制会是什么？而城市的另一端，我平静地看着星辰币价格最终定格在接近归零的位置。我关掉交易界面，在自己的加密笔记上冷静地记录9月5日下午，星辰币操作完成，成功诱导目标陆明投入全部流动资金，并加100倍杠杆，于价格高点完成清仓，引发市场恐慌踩踏，目标确认爆仓，资产归零并背负巨额债务。第一阶段猎杀完美收官。陆明，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不会给陆明任何翻身的机会，我要的是那个系统本身。爆仓后的陆明如同坠入无底深渊，催债的电话一刻不停地轰炸着他的手机，银行、贷款公司，甚至那些灰色渠道的放贷人，都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之前的资产也无法立刻填上这个巨大。往日的朋友们纷纷避而不见，唯恐惹祸上身。他尝试变卖名牌手表、跑车，但在急于出手的情况下，价格被压得极低，相对于巨额的债务只是杯水车薪。系统的红色警告悬在他的头顶，倒计时一天天减少。惩罚机制4个字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他不敢想象那会是什么，是剥夺所有财富，是收回寿命，还是更可怕的东西？绝望之中，他想起了我，
那个最初带给他星辰币消息的人。走投无路的人会本能地抓住任何一根看似能救命的稻草，哪怕那根稻草来自他曾经轻视的人。最终他拨通了我的电话。喂，杨木，是我陆明，我遇到点麻烦，能出来聊聊吗？陆哥，你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太对。行，地方你定。一家僻静的咖啡厅包厢里，陆明憔悴不堪，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飞扬。他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隐去了系统和杠杆的部分，只说是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我静静地听着，表情从惊讶到同情，再到沉思，表演得天衣无缝。陆哥，你这确实麻烦大了，这么多债务，光是利息就能压死人，必须尽快解决。我知道。杨木，你那个表哥还有没有什么门路？快钱的门路，只要能尽快搞到钱，什么风险我都愿意承担。我沉吟良久，仿佛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像是下定了决心。陆哥，按理说我不该在，但看你这样，我实在不忍心。我表哥最近确实在运作一个事，但不是投资，是收购。收购？对，他看中了一家有核心技术但经营不善的初创公司灵犀科技，正在秘密谈判全资收购。一旦收购完成，整合资源后，估值能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他现在正在私下里转让一部分原始股，用来打点关系和筹集最后的部分资金。我拿出手机，展示了几张精心伪造的灵犀科技技术专利证书、实验室照片以及一份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投资意向书。看到没？硬核技术就差临门一脚。我表哥说了，最多1个月，收购消息就会公布。现在入股就是躺着赚钱，我自己也把房子抵押了，全部投了进去。陆明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火光。收购原始股，几十倍收益，这听起来比虚无缥缈的虚拟货币靠谱多了，而且时间紧迫，正好能赶在系统规定的30天期限内。需要多少钱？我现在可能拿不出太多现金。我表哥那边可以用资产抵押，你不是还有一些房产和一些其他资产吗？我可以帮你牵线，介绍一个我表哥合作的资方，用你持有的灵犀科技股权做抵押，先贷一笔款出来应应急，等收购完成，股价飙升，你还掉贷款，剩下的利润足够你还清所有债务，还有巨额盈余。完美的闭环，雪中送炭的解决方案。陆明已经被绝望和贪婪冲昏了头脑，系统的警告如同催命符，让他无法冷静思考。好，我干！杨木，这次全靠你了，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陆哥客气了，咱们是朋友，互相帮忙应该的。接下来的几天，在我的热心帮助下，一切进展顺利。陆明签下了一堆他根本没仔细看的法律文件，将他那些房产和名下其他一些值钱物品悉数抵押，换来的资金全部用于购买空壳公司灵犀科技那一文不值的原始股，然后又用这些股权作为抵押品，从我暗中控制的地下钱庄，成功贷到了一笔看似能解燃眉之急的款项。当他将这笔贷款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购买原始股的尾款时，他甚至还松了一口气，幻想着1个月后的翻盘。检测到宿主新增巨额负债，总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财富积累主线任务最终评定失败。根据核心协议第7条，现剥夺宿主陆明所有系统权限。一连串冰冷的提示如同重锤，狠狠砸在陆明的意识深处。他感觉某种与他紧密相连的东西正在被硬生生的剥离抽走。不可能！开始搜寻符合条件的新宿主，检测到高契合度目标杨木，凭借自身智慧与精准布局，成功完成对原宿主的绝对压制与反向掠夺，其行为逻辑完美，契合天道酬勤，智者胜之。核心定义：新宿主绑定中，绑定成功，欢迎您，新宿主杨木。陆明瘫软在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带给他无限财富，也最终带给他无尽噩梦的系统彻底离他而去。他失去了所有，包括那最后的虚幻的医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坐在书房里的我身体微微一震，眼前出现一个半透明界面，中央是我的名字以及一行小字：天道酬勤返现系统。下面还有简单的状态栏和功能选项。我成功了，没有狂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以及一种掌控力量的冰冷质感。检测到新宿主隐藏天赋谋略家，解锁特殊权限定向返现，可指定绑定个体及返现倍数，冷却时间30自然日。我的嘴角勾起一抹真正属于胜利者的笑容，拿起那个记录了一切的加密手机，输入了最后一条关于陆明的记录。9月28日下午，陆明签署灵犀科技股权抵押贷款协议，债务总额达到临界点，系统判定其财富积累任务彻底失败，宿主权限已被强制剥夺，并转移至本人。反猎杀行动最终阶段完成。我放下手机，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远处陆明所在的方向，那里想必正上演着一场彻底的崩溃。从现在起，这个系统连同它带来的无限可能都归我所有了，游戏的规则也由我来定。从这之后，陆明彻底消失了。有人说他去国外避风头，也有人说他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出了问题。公司里关于他的议论沸沸扬扬了几日，但随着新的八卦出现，也就渐渐平息。我利用从陆明那里收割来的资金，干净利落地处理了所有首尾，偿还了之前为了布局而动用的小额网络借贷，确保自己的财务记录清。
我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甚至比以往更加低调，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系统的研究之中。系统的返现规则很简单，比如绑定某个勤勉者后，系统会自动根据其劳动收益按一定倍数进行返现，这与之前陆明绑定时相差无几。而定向返现则是我谋略加天赋带来的利器，我可以主动指定一个目标，比如工资、奖金，甚至是一笔销售提成进行一次性返现，倍数随机，但有30天的冷却时间。我没有急于去寻找新的绑定个体来为自己输血，我深知陆明的前车之鉴，我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结合自己多年的观察和积累的金融知识，进行了一轮小规模试水投资。我心念一动，对自己使用了定向返现能力，目标指向这笔投资未来可能产生的第一笔盈利。系统界面微光一闪，提示使用成功。1个月后，我试水投资的那家专注于电池回收技术的初创公司，意外地拿下了一个关键性的政府订单，股价应声飙升，让我小赚一笔成功套现。定向返现生效，返现倍数5倍，财富已发放。第一次主动运用系统能力大获成功。我辞去了职员工作，在部门同事或惊讶或惋惜的目光中，我平静地办理了离职手续。离开公司那天，我现在拥有足够的资本，是时候构建属于自己的棋盘了。我的第一步是成立一家小型的投资工作室，专注于我熟悉且有信心的科技和新能源领域。就在我忙着注册公司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是女神苏婉。杨木，听说你离职了？想出来自己做点事情。你自己创业，做什么方向？搞了个小投资工作室，主要看看科技类的项目。杨木，我记得你大学时就对金融和市场很感兴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谢谢，我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路而已。你的工作室需要帮手吗？我虽然不是金融科班出身，但学习能力还可以，也对这方面有点兴趣。我有些意外，苏婉在原公司做的是市场策划，能力不错，人缘也好，怎么会选择一个初创的工作室呢？但女神主动开口，也就应答了下来。欢迎之至，不过初创阶段条件可能会比较艰苦。没关系，我相信你的眼光和能力。挂断电话后，系统突然有了波动，检测到潜在高价值绑定个体，苏婉契合度评估78%，是否将其纳入绑定列表？暂不绑定。依赖系统风险太大，我要的是一条依靠自身智慧与力量，辅以系统工具，完全掌控自身命运的道路。工作室的起步比预想中要顺利，我凭借之前试水成功的经验和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又接连抓住了2个小型科技项目的早期投资机会。虽然单笔利润不算惊人，但胜在稳定，让工作室迅速走上了正轨。苏婉的加入确实起到了作用，她心思缜密，沟通能力强，将工作室的内务、对外联络以及部分项目初筛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依旧保持着谨慎，没有再轻易动用定向返现能力，而是将其视为底牌。对于系统的那个空置的绑定个体名额，更是慎之又慎。我深知力量的诱惑与危险，陆明就是前车之鉴。然而，我低估了苏婉，苏婉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陆明的突然崩塌和消失，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疑问：一个挥金如土、背景雄厚的追求者，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输得一干二净，甚至人间蒸发？而我这个曾经低调，甚至有些不起眼的男人，却在同一时期果断离职，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且开局如此顺利，这反差太大了，大到不合常理。一个偶然的夜晚，苏婉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海外号码。苏婉，是我，陆明。陆明，你在哪？声音怎么这样？在哪？呵呵，不重要了。苏婉，我时间不多了，你听我说，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些投资神话，那些运气，全都是假的。我所有的钱都不是靠我自己赚来的，是因为一个返现系统。系统？什么系统？一个能绑定别人，把他努力赚的钱10倍、100倍返现给我的系统。我绑定了杨木，那个看起来最老实、最拼命的杨木。他越是熬夜加班，越是升职加薪，我账户里的钱就涨得越快。他流的每一滴汗都在为我创造财富。这怎么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但杨木他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他设下了圈套，用阴险的手段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系统，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我破产欠债，像条丧家之犬，都是拜他所赐。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咳嗽声，便断了线。系统就像我偶尔会看的一些网络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系统。陆明诡异的报复，又诡异的破产，杨木突兀的崛起，一切都有了答案。巨大的震惊过后，一股难以抑制的贪婪瞬间淹没了苏婉。如果我能得到这个系统，这个念头一旦滋生，便如同野草般疯狂蔓延。他回想起陆明拥有系统时的风光无限，再对比我此刻的从容自信，对力量的渴望几乎让他站立。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我的助手，他想要的是那个系统本身，是那种掌控一切、点石成金的力量。从那天过后，苏婉伪装得更加完美，她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体贴的关心，眼神中充满了恰到好处的崇拜与依赖。但暗地里，他开始了一场更加精心的谋划。他利用工作之便，更加细致地观察我，试图找到规律和破绽。我并非毫无察觉，苏婉某些过于热切的眼神让我心生警惕，但我暂时
时将其归于女人对强大伴侣天生的慕强心理以及好奇心。我欣赏苏婉的能力，也享受与她日渐融洽的关系。只要她不越界，我不介意身边有一个聪明能干的伙伴。然而，我低估了贪婪对人心的腐蚀速度。一天，苏婉在帮我整理办公桌时，意外地碰倒了水杯，水洒在了键盘和桌面上。她慌忙擦拭，并趁机快速检查了我的办公桌，发现了内部用于记录的加密手机。虽然手机有密码，她无法打开，但她记住了手机的型号和一些细微的特征。几天后，一个精心策划的巧合发生了。我在外参加会议时，接到苏婉焦急的电话，说工作室的电脑中了病毒，重要的投资数据可能丢失，需要我一个存放在家里的备用手机，用里面的加密钥来紧急恢复。我心头一沉，瞬间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苏婉的目标是我内部藏着秘密的手机。调虎离山吗？他知道了什么？他想知道多少？我没有立刻戳破，而是冷静的应对，借口密钥不在内部手机里，并通过远程方式指导他解决了所谓的病毒问题。挂断电话后，我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复杂了一瞬，随即恢复了惯有的冰冷与决断。我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揭穿苏婉，打草惊蛇是最愚蠢的选择。我需要弄清楚苏婉到底知道了多少，她的计划是什么，以及她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为了得到系统，究竟能做到哪一步？我将计就计，对于苏婉的试探，我表现出适当的困惑，并用市场嗅觉和深入研究来搪塞过去。但我暗中的戒备等级提到了最高，那部加密手机被我直接销毁了。同时，我开始有意识地喂养苏婉一些她想看的东西。一天在讨论一个前景不明朗的项目时，我故意在苏婉面前做出了一个与她分析结论相悖且看起来风险极高的决策。这个项目技术路线太激进，市场验证也不足，风险太大。苏婉依据扎实的市场调研数据，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感觉这个方向有戏，有时候数据和逻辑会掩盖真正的机会。我决定跟投一笔。苏婉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感觉这太不符合我一贯严谨的风格了。他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动用了系统的力量进行了某种预知或判定。结果，在1个月后，那个看似激进的项目，竟然真的因为一项意外突破的辅助技术而估值暴涨。我的早期投入获得了数倍回报。这次成功如同最有效的催化剂，进一步加深了苏婉的信念，也点燃了他更炽烈的欲望。他更加确信我拥有并能预知或影响投资结果的神奇能力。他必须得到它。他开始更频繁地关心我的生活，试图寻找我可能存放系统秘密的地方。他甚至尝试在我常用待的地方上安装微型的监听或监视设备。我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如同看着一只在玻璃瓶中乱撞的飞蛾。我通过系统辅助和自己的人脉，捕捉到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海外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融资机会。这个机会门槛极高，竞争激烈，但一旦成功，回报将是天文数字。我决定全力一搏，调动了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并准备动用定向返现来确保这笔投资的最终利润。特意将这个绝密的计划让苏婉监听到，还刻意强调了这次投资的巨大风险和对资金的极度需求，以及我对此志在必得的决心。鱼儿会咬钩吗？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苏婉正用她偷偷配的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她目标明确，直奔我存放重要文件和备份硬盘的保险柜。我没有阻止，只是冷静地看着。苏婉显然有备而来，她尝试了几个我常用的密码组合，失败后竟然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巧的专业工具，开始尝试技术性开锁。她的动作虽然紧张，但却透着一股决绝。就在她全神贯注于保险柜时，工作室的灯光骤然亮起。苏婉吓得浑身一颤，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猛地回头，看到我正静静地站在门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平静的让她心寒。苏婉，这么晚了，在找什么？苏婉脸色煞白，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被抓了现行，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是找这个项目的核心评估报告，还是说你在找别的东西？比如能让你像陆明一样好运，或者像我一样精准的东西？你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很好奇陆明为什么倒下，我又为什么能站起来。我知道你在我身边窥探、安装那些可笑的小玩意儿。我更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我很好奇，为了得到那种力量，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可耻的窃贼，还是像陆明一样，最终变得一无所有？我只是不想再平庸下去。陆明那种蠢货都能凭借系统呼风唤雨，为什么我不可以？我比你更努力，我比你更懂得如何运用它。所以你就认为你有资格从我这里抢夺？看来你和陆明一样，都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看不到力量背后的危险和代价。我心念一动，将系统的幽蓝界面在面前展开，那非现实的光芒映照着苏婉惊骇的脸。你看，这就是你渴望的东西。苏婉看着那梦幻般的界面，眼中爆发出极致的热切和渴望。但我可以用系统直接清除威胁，或者施加控制。你觉得我该选择哪一种？不，杨木，求求你，我知道错了，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能。我看着他因贪婪而扭曲的脸，眼中最后一丝复杂的情绪彻底消失，只剩下冰冷的决然。我不再理会苏婉的哭诉，直接调出了系统界面，找到了一个散发着不祥暗红色泽的选项，存在抹除协议。存在抹除协议启动后，将不可逆地抹除目标个体的一切存在痕迹，但需要消耗巨额财富值，根据抹除目标影响力和人际关系而定。财富值不够将使用宿主的寿命补充。这是一个极其危险、代价高昂的终极选项，但效果也绝对彻底。我的眼神没有丝毫动摇，意念锁定了苏婉，
启动了存在抹除协议。一股无形超越现实规则的力量以我为中心，悄然扩散开来。正在哀求的苏婉声音戛然而止，她脸上惊恐和贪婪的表情瞬间凝固，如同被按下了暂停键。紧接着，她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虚化，仿佛是由沙子堆砌而成，正被一股无形的风吹散。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灰尘。就在短短2-3秒内，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我面前彻底的干净的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与此同时，系统界面上的财富数字锐减了一个惊人的额度。我同时也感到内心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随之悄然剥离。房间内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刚才发生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物理证据。我拿出手机，翻找通讯录和聊天记录，果然，所有关于苏婉的联系方式、聊天记录都消失了，仿佛我从未添加过这个人。我尝试回忆与苏婉相关的具体细节，那些清晰的画面变得模糊，只剩下一个好像是有过这么一个大学同学，但不熟，早就没联系了的模糊印象。这种认知上的修正无声无息，却无比强大。存在抹除协议执行完毕，目标苏婉，痕迹清理完成，认知修正覆盖完成。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运用这种超越常理的力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和风险。苏婉的消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激起一丝涟漪，没有人会记得她曾如何觊觎系统，也没有人会追究她的去向。通往巅峰的道路注定孤独，我的征程注定将踏着寂静与冷酷继续下去。